世界公民并不是说你要住过别的国家或是环游世界，而是你必须要具备有世界公民的价值观和思维。世界公民可以从很多不同的面向去定义它，但是它一定会包含3个特质。快乐地图，创造幸福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， 欢迎收看快乐地图。这一集的快乐地图，我要和大家聊一个跟大家切身相关，而且影响深远的主题。首先，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认为自己是国民还是世界公民？大家可以先把你的视频先按暂停。好好的思考一下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提到世界公民，很多人都以为说世界公民是一个新名词或是新的概念。其实早在2500多年前，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说过：“我不是雅典或希腊的公民，而是世界公民。”我们一家人对世界公民的意识，其实早在我们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养成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新加坡是一个融合了多元种族、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的国家。加上我工作还有孩子上学的新加坡美国学校，是一个由来自70几个国家的学生、老师及行政人员所组成的小联合国。在这样的多元环境中生活，虽然经历了一些文化的冲击，我们才慢慢的适应跟融入。很庆幸和觉得感恩的是，在这新加坡住的15年期间，我们学会了如何用3维的视角去欣赏、了解、同理、包容和接纳不同的种族、宗教信仰和文化。世界公民并不是说你要住过别的国家或是环游世界，而是你必须要具备有世界公民的价值观和思维。世界公民可以从很多不同的面向去定义它，但是它一定会包含3个特质。第一个是你对自己的认同能够跨越地理和政治的界限。大家如果在外太空回头看我们的地球，会发现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界限的。既然我们都是住在地球村的居民，我们不应该只关心我们所在的生活圈或是熟悉的人，更要关心其他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邻居们。第二是要能够用开放的态度去尊重和接纳多元文化。面对越来越多元的社会，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，去尊重多元和接纳差异，减少对不同文化的偏见和歧视，并提升我们的跨文化素养。第三呢，是要能够对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永续发展有责任感。现在的地球面临种种威胁人类生存和地球永续发展的挑战，像是极端气候变化、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、新冠病毒的大流行，还有人权的不平等，以及饥饿跟贫穷等等。因此呢，联合国在2015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倡议17项永续发展目标，来呼吁全球的人类共同努力来达成这些目标。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命运共同体，作为世界的一份子，我们都应该要能够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。每个住在地球村的人与生俱来就有世界公民的身份，可是呢，真正的世界公民还必须要具有世界公民的素养，同时还要有一颗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心。在地球村里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，唯有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才能够持续守护我们的幸福和未来。你是国民还是世界公民呢？我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快乐地图祝大家快乐幸福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